公司庆典，老婆偷我亿万芯片给奸夫装天才，我反手100亿封杀，送他们去监狱里研究什么叫余生无期。陆时琛，让你买的走地鸡买好了吗？啊，已经买好了，我这就去公司接冰清一起回去。闭嘴，别叫我妈！我韩家养了你5年，你除了会买菜煮饭，还会干什么？冰清当初真是被他爹迷了心窍，才让你这废物占了5年便宜。陆总，资料已经准备好了。陆总，这是您准备送给韩总的最后一份大礼，100亿注资意向书，只要您签字，蓝星科技就能直升海城第1梯队。先去蓝星科技，我要给阿青一个惊喜。5年前，岳父救我一命，我答应他庇护韩家5年，帮助韩冰清创立蓝星科技。今天晚上就是5年约定到期的日子了。天成，这份代码的署名改成你的名字，我提拔你做技术总监的，就没人敢再说什么了。青，你对我真好。你就放心吧，陆时琛那点底层逻辑我已经全改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就是海城的技术之光，而陆时琛，他只会是那个写不出代码的废物助教。天成，还是你聪明。陆时琛那个人死脑筋，熬了90个通宵写出来的天书架构，最后还不是得为你做嫁衣？擅自修改创作属灵是违法的，你们确定是在做嫁衣，还是在给自己缝球衣？陆时琛，谁准你不敲门进来的？拿着你的烂菜给我滚出去！陆时琛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是公司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那是天书架构，是我熬了3个月，敲了30万行代码才磨出来的底层逻辑。你把它改名叫天成项目。韩总，算了，陆助理，你搞清楚，这算法虽然你打了草稿，但天成进行了降维打击式的升华。数他的名能融到钱，数你的名，除了当废纸还能干什么？升华？他只是把变量名从中文改成了英文，这也叫升华？够了，你不过是嫉妒天成的海归背景。现在的蓝星不需要你这种只懂埋头苦干的土鳖。这是你写的专利申请初稿吧？以后这种垃圾别拿出来丢人。韩冰清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确定，现在立刻滚出去工作。陆助理，你快来会议室。韩总不只要把你的项目给赵天成，还要以赵天成的名义申请全球专利。韩冰清5年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样的回报。这套算法将领先行业10年。韩总，我建议立刻以我个人的名义申请全球专利。天成，还是你有远见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申请专利，偷来的东西也敢说是发明？陆时琛，你疯了！你一个写不出 PPT 的助理，凭什么侮辱赵总？就是吃韩家的软饭吃久了，连功臣都敢咬。陆时琛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这份算法价值过亿？1亿2千万。既然你觉得值，那就按市场价把研发授权费付给我。滚！立刻去门口当保安，做不好明天就卷铺盖走人。好，韩总。不好意思，陆时琛就是我的一条舔狗。怪不得让他去当保安都答应的这么爽。今晚你替我去鼎盛酒店的晚宴代班。今晚过后5年约定就到期了，韩冰清，往后我们再无瓜葛，我对蓝星科技的庇护到此为止。这不是蓝星的那个赘婿助理吗？怎么变门童了？嘿，
听说是得罪了韩总的新宠赵总，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。陆保安，手脚轻点，这车300万，划了一道，你下辈子都赔不起。陆时琛，这是你最后的工作机会，做好了，我可以考虑不辞退你。我亲手扶你上的神体，我也有能力把你拽下来。今天蓝星科技的项目发布会，我最要感谢的是公司的唯一功臣赵天成先生，没有他，就没有天成项目。王秘书，撤回所有对蓝星的信誉担保，并告诉众人，蓝星科技侵占专利，不值得合作。好的，陆总，我立刻把消息发布出去。王总，您这还没喝酒呢，怎么要走？你们这种毫无诚信的公司，我和我合作不起。李总，您说过的，只要蓝星科技拿出全新的算法，就和我们签下3年的新合同。全新算法是有，但和你们蓝星科技有什么关系？侵占别人的专利，这合作还是算了吧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冰清，肯定是陆时琛告诉他们的，专门挑在项目发布会这天。陆时琛就是见不得你好。不可能，陆时琛不过是一个出生底层的赘婿，他怎么可能认识这些人？冰清，万一他是打着你的名号去认识别的公司的人呢？你可是盛世集团总裁看中的人，你的面子谁敢不给？韩总，盛世集团的王秘书来了。我们快出去迎接王秘书，只要沈总能和蓝星科技合作，我们的项目就还有救。总裁，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署。这人可是盛世集团总裁办的王秘书，他叫一个保安总裁，这保安就是盛世集团总裁，该不会是请的演员吧？陆时琛，我不过是让你当了1天保安，你就找来群众演员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好你个陆时琛，为了面子，连盛世集团的王秘书都敢找人冒充，你知不知道这叫诈骗？放着金子不要，要榆木，眼瞎是病得治。闭嘴！你以为找个群众演员演一场戏就能翻身？你一个洗了5年衣服的废物，也配当盛世集团的总裁？是不是你告诉别人我们涉嫌专利侵占的？是我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。不过是拿了你一点数据，你就要毁掉我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没错，陆时琛，你也太没良心了。这5年来，冰清供你吃供你穿，你怎么能在背后捅刀子？供我吃供我穿，韩冰清，你有给我发过1分钱的工资吗？我怎么没有？这5年来，我好像是没给他发过工资，但他是我的丈夫，替我工作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发工资。韩总，说不出来了是吗？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你都不问我要，我凭什么给你发工资？还有，把你的研发数据给我交出来。这个，冰清，这是研发的数据，只要数据在手，陆时琛就没证据证明我们专利侵占了。这是盛世的。装，继续装，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天书底层核心。冰清，有了这个，项目就完全属于我们了。天成，这枚芯片就当是这个废物送给你的大礼。3天后就是技术峰会，在峰会上展出底层核心，更能打响名声。谢了，陆大保安。陆总，那可是内部参数卡，只要接入非授权终端由他们去。那张卡接通了盛世的最高级情报，只要他们敢动，金身和法务会在5分钟内锁定他们。人想要作死是拦不住的。
滚出去！这里不是你这种看大门的该进来的地方。看在我们还没有离婚的份上，最后提醒你一次，那张卡不是你能碰的。你装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骗我把数据卡还给你？你这招对我没用。天娱计划就是赵天成的。赵天成的？5年前在那间漏雨的仓库里，是谁陪你敲下了蓝星科技的第一行代码？陆时琛，这种煽情的话，你说5年了不腻吗？我只问你，那30万条底层逻辑，到底是谁熬了90个通宵写出来的？够了，陆时琛，你最大的悲哀就是总把自己那点微末的功劳当成天大的恩情。没错，5年前你确实写了点东西，但那是原始积累。现在的蓝星需要的是赵天成这种能带货、能社交、能把技术包装成资本的商业天才。所以你选择把我的名字抹去，让赵天成李代投汤，这叫资源优化配置。你只会写代码，你那张脸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投资人会觉得蓝星是个草台班子。陆时琛，做人要知足。这5年我给了你助理的位置，给了你韩家女婿的名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所以在你眼里，我这5年的付出只是微末之功？不然呢？你除了会洗车、煮饭、干这些琐碎的杂事，你还会什么？老公，你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？我老公不只能干，还会煮饭、洗衣服、做家务，我可真幸运。好，韩冰清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韩冰清，你既然把我的东西大方送给你的发小，那我们的情分到此为止。陆助理，哦不，陆总，你找那个假王秘书花了多少钱？我也想请他给我演场戏。赵天成，那芯片里有我设下自毁逻辑和报警系统，你确定敢插在电脑上吓唬谁呢？只要今晚我演示成功，蓝星就是我的，冰清也是我的，到时候我还会告你偷窃公司重要数据，你下半辈子等着在牢里过吧。陆时琛，你说，要是冰清看到你为了抢回数据卡对我痛下杀手，他会怎么对你？你这种低劣的手段用了5年，还没玩够。陆助理，别打了，数据卡你拿走，只要你别伤害冰心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天哪，陆时琛，你在干什么？别怪陆助理。我不给，陆时琛，你这个畜生！天成的一双手值几百亿，你竟然想毁了他！他自己撞的。他自己撞的，你当我瞎吗？这里没有监控，你以为就能为所欲为了？跪下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跪下给天成道歉，立刻，马上，否则我从现在就报警。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！算了，冰宁，陆助理也是一时糊涂，让他去大厅当众扇自己10个耳光就行了，跪下太伤尊严了。他这种吃软饭的有什么尊严？陆时琛，我数到3，你要是不跪，你连当保安的资格都没有。韩冰清，这一跪，我怕你韩家受不起，更怕你蓝星科技会因此灰飞烟灭。不用数了，我明天就离职。陆时琛，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你昨天先找个人冒充王秘书，今天是不是又要拿张假遗书说我爸把公司留给你了？这是5年前你父亲临终前求我时写下的托付书。他说他知道你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怕你识人不清，所以我答应他护你5年，帮你创业，让你名下的蓝星科技跻身海城1线。时琛，阿青性子傲，若他日后得罪了你，看在我这条老命的份上，饶他一次。冰清，别信他，他这就是典型的心理战。
这种破纸，路边打印晃10块钱能印一打。陆时琛，你以为拿死人出来当挡箭牌，我们就得求你回来当祖宗？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打印的，千万不要相信。5年期限就在这一秒正式终结。韩冰清，从今往后，蓝星科技再无盛世集团的半点背书。你还在装盛世集团的人？好，我求之不得。离了你这个只会做饭洗车的废物，我韩冰清照样能带蓝星走向世界。希望当债主踏破你家门口时，你还能这么高傲。王秘书，把当初签好的离婚协议拿出来，顺便把之前安插入蓝星科技的高级人员一并召回。在韩家5年，只因为韩冰清不喜欢，我就一直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的房间里。虽然我们是领了结婚证的夫妻，但是我晚上习惯一个人睡觉。履行完夫妻义用之后，你就滚回自己的房间。这是赵天成的衣服。冰莹，明天峰会一过，咱们把陆时琛那套核心代码打包出去，那可是50个亿。卖，当然要卖。这5年，我爸逼着我嫁给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死宅，不就是为了让他给咱们韩家当免费的技术奴隶吗？原来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就只是技术奴隶。难为你了，对着那个废物演了5年的戏，还得让他觉得你是因为责任才留他在身边。演戏？我看到他那张脸就觉得恶心。他真以为蓝星能有今天，靠的是他的代码？我早就把所有的研发记录都抹掉了，专利权全都在你赵天成名下。至于陆时琛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涉密谢款的控告书，等明天峰会一结束，我就送他进大牢，让他这辈子都闭上那张卑微的嘴。陆时琛，你以为你是在替死去的岳父守护他的掌上明珠，却不知道你只是人家手里的一块随时可以丢弃的抹布。王秘书，撤回蓝星科技所有的底层协议，断开盛世集团提供的所有隐形服务器支撑。陆总，只要他们使用您之前的代码，他们的专利就会变成一堆乱码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书项目变成他们的催命符。5年的累赘终于甩掉，蓝星科技今日正式腾飞。女儿和女婿真般配，甩掉吃软饭的窝囊废，冰清人都变漂亮了。吃软饭，窝囊废。他们的消费都从这张卡上走。冰清，你这么漂亮，本来能轻松嫁入豪门的。都怪你爸，非要让你嫁给个赘婿。就是，软饭男哪里配得上你？果然，有人就不值得付出。明天，我就让你们在海城最高的地方摔个粉身碎骨。陆总，回归仪式已经安排在明天的行业峰会。韩冰清，这场戏咱们峰会上见。
家人们，快看这份 IFC 顶层的5年租约，这可是我好女婿天成凭一己之力从盛世集团手里拿下的，全海城独一份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这个顶层合约是陆时辰和人谈的，不过谁让这个蠢货不说呢？韩老太太真是好福气，赵总这不仅是技术天才，连人脉都这么通天啊！那代表的是盛世董事长的认可。蓝星科技这次是真的要一飞冲天了。天成，别光说租约，快把数据卡拿出来，让诸位老总看看什么叫核心竞争力。各位，这枚芯片凝聚了我不眠不休的技术积累，也是我送给冰清、送给蓝星科技最好的礼物。快，天成，趁着现在直播，把数据卡接入演示终端，让全网都看看谁才是海城真正的科技领柱人。偷我的算法，赵天成，在全海城面前装天才，你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？陆时辰，你不过是个赘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陆时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到底还要闹多久？闹？韩冰清，你到现在竟然还觉得我是在闹？城沈氏集团的掌舵人沈总，国民才女沈曼秋的亲叔叔，他竟然亲自出席这种级别的峰会。沈总，您能大驾光临蓝星科技的演示会，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。沈总好，我是蓝星的技术总监赵天成，有仰沈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气度非凡。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女儿女婿研发出了划时代的芯片，可就是有些不知廉耻的废物，非要来这捣乱。哎呀！这不是陆大保安吗？沈总在这儿呢，你乱晃什么？你看，把我敬沈总的酒都给弄脏了。陆时辰，你穿个假西装混进来也就罢了，现在这一身酒气，简直是冲撞了沈总，还不快滚出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一个写不出代码的废物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弄脏了地板，你赔得起吗？沈总，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个妄想剽窃我成果的助理，你别理他。我这就叫保安把他扔出去。赵天成，你就这么急着在沈总面前演戏？闭嘴！沈总当面，岂容你这小人放肆！去后台把芯片插上。这就是你们号称研发了5年的核心架构？没错，沈总，这就是我独立完成的天书底层逻辑。它将改写海城芯片的历史。独立完成，赵天成，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第48行的循环叠卡里会出现逻辑断裂的黑洞？那是为了兼容旧版本的冗余设计。放屁！那是顶级算法在进行动态见证时留下的加密接口，你强行修改了变量名，导致整个系统的逻辑链在这里彻底崩塌。韩冰清，你管这种漏洞百出的试纸叫科技之光，这分明是偷来的半成品。沈总，这怎么可能？天成他是海龟，他海龟，我看是海盗。这套逻辑的主干精妙绝伦，但衔接处生硬的像是在钻石上贴狗皮膏药。偷东西也得长脑子。这核心逻辑明显出自一位宗师级架构师之手，你这种三流水平，连看懂他的资格都没有，竟然还敢说是原创？沈总，你不能因为陆时琛在这搅局就相信他的鬼话。他就是个只会买菜的废物。沈总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我女婿可是天才，陆时琛连电脑开关在哪都不知道，他能写出这东西？密钥接口确实被毁。第128位校验码之所以是乱码，是因为参数卡接入了非授权终端。赵天成，你不仅偷了代码，还触发了我的自毁程序，你怎么
可能。陆时琛，你住口！你一个只会洗衣服、煮饭的下等人，凭什么点评天成的机构？沈总，您千万别听这废物胡说八道，他连电脑开关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他要是懂代码，我今天就把这宴会厅的地毯全给清了。陆总，沈某救驾来迟，竟让这些有眼无珠的货色惊扰了您的清静，请陆总责罚。沈总，海城的风气看来确实需要整顿。沈总，您刚才叫他什么？陆总？这不可能！他明明在我家刷了5年的碗，洗了5年的马桶。他是我韩家的赘婿，是个写不出代码的助理啊！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闭嘴！你有几条命，敢在这里直呼陆总的名讳？诸位看清楚了，这位陆先生根本不是什么助理，他就是盛世集团真正的缔造者，也是手握海城科技命脉的唯一真神陆时琛陆总。盛世总裁，不，这不对！陆时琛，你既然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要装成穷逼蛋来耍我们？原本我是想等今晚蓝星5周年庆典，正式注资100亿作为送给你的最后一份贺礼，顺便带你回顾家，让你成为海城最尊贵的女人。时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是赵天成骗我的，他说没有我他就活不下去了，我只是太善良了。我们复婚好不好？善良，韩冰清，你的善良就是剽窃我的心血，拿我的钱去养别的男人，还让我给你当5年的家政。从现在起，韩冰清，你我之间恩断义绝，把韩家人和这个借为赵天征全部赶出去。从今日起，凡是沈氏关联企业，对蓝星科技终生封杀。都是我的错，要罚就罚我这个老婆子，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了。道德绑架这招对我没用，韩冰清，你一直觉得我这5年留在韩家是因为我无能，因为我依赖你，你错了。我留下仅仅是因为5年前我在雪山遇到雪崩被你父亲救了，所以我愿意守着这份恩情。可是直到昨天，我查到了那次事故的真相。5年前，你父亲去世前求我庇护你5年，我念在救命之恩扶持韩家，不只当家庭主妇照顾，还无偿当技术员帮你创立蓝星科技。可你利用我的善心，让我签下了那份守护5年的无偿雇佣协议。这居然是真的！这5年，我没日没夜的这为蓝星敲代码，甚至连专利署名都可以不要。可你呢？你不仅在代码里加了赵天成的名字，甚至觉得我是你的技术奴隶，恨不得我这辈子都烂在那个漏雨的小书房里。时琛，不是，我那是为了留住你，我是怕你太优秀了会离开我，我才出此下策的。够了！拿欺骗当借口，拿背叛当手段，韩冰清，你真的让我感到生理性的反胃。陈总，蓝星科技所有的技术底层全部出自盛世实验室，从现在起，我宣布全面收回所有算法授权。赵天成，你以为改了几个变量名，就能把我的天虚架构据为己有？我的芯片，快停下！
假的，这是合成的！陆时辰，你这是栽赃陷害！蓝星科技所有服务器瘫痪，合作商损失破亿！天哪，蓝星科技的所有服务器都倒机了！不仅是蓝星，所有采用他们芯片的合作商系统全部红码锁死了。这下蓝星要赔到倾家荡产了。作为架构师，我习惯在每一个模块里留下自活程序，只要接入非授权的云端环境，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全毁了，蓝星没钱了，我们要背负几十亿的违约金。韩总、赵总，现在不是操心钱的事。盛世集团法务部已经正式起诉你们涉嫌非法获取商业机密、敲诈勒索，数额极其巨大。治安官同志，冤枉啊！都是赵天成干的，跟我女儿没关系啊！王秘书，通知所有合作商，蓝星科技已进入清算程序。盛世不养白眼狼。我把代码还给你，我把一切都还给你，你救救蓝星，救救我爸爸的心血啊！韩冰清，是你亲手杀死了救你的人，现在的你连让我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是冤枉的，那是我的专利，是陆时辰买通了人害我。你们不能带走他，天成是蓝星的技术核心，没了他，整个海城的芯片链都会断的。韩总，盛世集团已经提交原始代码购寄的物理存证，赵天成先生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相关证据链完整，请配合调查。张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们的系统只是暂时故障。盛世刚发布公告，所有采用蓝星底层架构的接口全部被定为侵权风险，我的服务器已经全面宕机。韩冰清，你把我们都害惨了！全断了，代码真的锁死了。韩总，陆总说了，既然你们觉得他的技术只是微末之功，那就让你们亲眼看看，没有这点微末之功，你们所谓的科技帝国，不过是一场建立在沙滩上的幻梦。不能拿，这是我50岁生日买的，你们这是抢劫！韩女士，韩冰清名下所有资产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，包括这栋别墅，请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将以妨碍执法起诉你。当初还吹嘘女婿是天才，原来是个偷代码的小贼，活该！韩家那个赘婿我见过，洗车做饭什么都干，他们还当狗使唤，这下报应来了吧？时辰，陆时辰，你回头看看我！陆总，韩家别墅已封存，蓝星科技正式进入破产重组。韩冰清和他母亲目前住在城郊的老旧出租屋里。出租屋挺好，当初我刚进韩家，他母亲说我身上有寒酸气，让我在漏雨的杂物间住了半年。现在轮到他们去闻闻那股寒酸味儿了。这是我在韩家那5年，躲在阴暗潮湿的杂物间里，为了帮韩冰清解决难题而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初始机构。5年，3000个日夜。这是韩冰清第一次拿奖时，我偷偷在台下拍的照片。陆总，那时候您为了帮他修复这个逻辑死拼环，3天3夜没合眼，差点引发心结炎。可韩总却在外面和赵天成开庆功宴，说这代码是赵天成在国外研发的。我当时在想，
只要他能笑得开心，功劳是谁的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把他当成命，他把我当成可以随意丢弃的耗材。王秘书，把这台电脑毁了吧。陆总，这可是天书算法的母本。天书已经觉醒，他不再需要这种廉价卑微的情感母本。韩冰清，我的5年你赔不起。拉黑了，他真的把我彻底拉黑了，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早知道他这么有钱，当初咱们就该对他好点，都是你没出息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。第402行逻辑容易发热，阿青总习惯在电脑前喝冰咖啡，得把降温阈值调低点。这套系统上线后，阿青就不用再求人了，他可以安心做他的海城之光。代码真的是他写的，我一直以为是天成的天赋，原来全是他。我干了什么？陆时辰，我到底亲手弄丢了什么？迟来的忏悔比废纸更廉价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这套防御逻辑也能护他蓝星科技10年无虞。哭，就晓得哭。韩冰清，你看看这屋子，这辈子我都没住过这么破的地方。这破只能换钱吗？陆时琛那个白眼狼，现在攀上盛世集团沈大小姐的高楼了，指不定在那怎么快活呢？妈，这些代码每一行都是时琛为我熬红了眼写的。赵天成说是他的功劳，全都是骗我的。骗你又怎么了？赵天成好歹是个海归，能带你出入酒会。陆时琛呢？他就是个写代码的苦力。依我看，陆时琛现在能当总裁，全是沈大小姐沈曼秋给他的赏赐。他一个只会洗碗的，凭什么管盛世？肯定是他在床上把沈大小姐伺候舒服了。他现在毁了蓝星，就是想拿着咱们的代码当投名状，去跪舔沈家大小姐的脚趾头。投名状，他把这5年的心血白送给沈家，就是为了进沈家的门去当那个小白脸。陆时琛，你把这5年的深情当成取悦别的女人的筹码，你让我一无所有，就是为了去吃沈曼秋的软饭呢！既然你想当沈家的狗，那我就让全海城看看，你这只狗到底是怎么爬上位的。要不是为了天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这地方一步。冰清，那可是咱们韩家最后的一点活命钱了，你真拿去保释那个赵天成？蓝星的核心代码全是陆时琛自毁陷阱，现在整个海城只有天成能在技术上和他抗衡。如果不把他救出来，咱们全家都要去大街上要饭。陆时琛想让我赵天成死，做梦！天成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赶紧告诉我，陆时琛的代码锁，你有多少把握能解开？我在里面想明白了，陆时琛根本不是什么陆总，他要真是陆总，怎么可能当5年的赘婿？肯定是和沈总认识，配合沈总演的出戏。陆时琛到现在还在骗我，别想我会原谅他。天成，你受委屈了，咱们家冰清为了你，可是连老宅都抵押了。抵押老宅算什么？
等我拿回专利，全海城都是咱们的。哼，赶紧走，我要回实验室。陆思琛这个疯子，为什么我按照算法元件修改变量，系统还是判定我为非法入侵？别费劲了，赵天成，那套代码，你从始至终连一行都看不懂，对吧？韩冰清，你现在装什么清高？当初是谁在书房求着我，让我改掉陆时辰的署名？是谁嫌弃他那一身油烟味儿，说他是韩家最没用的寄生虫？那是你骗我说你能带蓝星走得更远。更远？没有陆时辰那个怪物在背后没日没夜的修补逻辑，这套系统特么的就是个随时会爆的炸弹！他根本就是故意的。他在代码里留了只有他生物特征能解开的后门。他和沈总认识有靠山，当然想看着我们被这些乱字一起埋掉。赵总，你不是说你是海归精英吗？怎么连个赘婿写的破程序都解不开？闭嘴！你这个死老婆子！要不是你们贪得无厌，我至于被那个陆时辰耍得团团转？冰春，既然他想让我们死，那咱们就让他主人也跟着沾一身烂泥。好，既然他不顾夫妻情分，那咱们就把这代码卖给盛世集团的继承人，只要有盛世集团继承人的投资，我们还能逆风翻盘。晚秋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时辰也真是为了那个韩家，把自己委屈了5年。二叔，这些年辛苦你配合他演那个报恩的戏码。垃圾堆就是垃圾堆，总有苍蝇觉得自己能飞上枝头。听说那个韩冰清现在还在外面放话，说时珍是靠伺候我才坐上总裁位的。沈小姐，不光是韩冰清，现在外面都在传，陆总之所以能当总裁，是因为他在您面前表现得好，是个顶级男宠。男宠，这些蝼蚁竟然敢这样侮辱我的实力！我沈曼秋看中的男人，哪怕他想把这海城翻过来，我也帮他地产。明天的技术拍卖会，韩冰清不是想卖石思留下的废稿吗？是的，他们打算卖给华谈科技，起拍价要3个亿。3个亿买一堆逻辑陷阱，告诉华泰科技的老板，如果他敢接这笔账，明天他的公司就会在海城消失。是。陆时辰，剩下的债我替你收。谁敢说你是小白脸，我就让谁再也不敢开口。5年的代码，你到底是怎么忍受那个眼瞎的？诸位，这就是天成项目的核心母带，只要拥有它，你们就能掌握未来10年的算力，起拍价3个亿。3个亿买一堆逻辑垃圾，赵天成，你是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没带脑子吗？沈曼秋，这是我个人的发明，你就算是盛世集团的人，也不能干扰公平竞拍。专利，王秘书，把我们的技术拆解图发出来。这套母带里隐藏了3000多个逻辑地雷，只要接入云端，瞬间就会烧毁服务器。你拿这种杀人代码出来骗钱，是想让买家公司全军覆没吗？沈曼秋，你不就是为了陆时辰那个软饭男才打压我们吗？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盛世的大小姐，
为了一个给他端茶倒水、伺候他睡觉的小白脸，竟然当成四不小企业！陆时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躲在沈曼秋裙底算什么本事？陆总的名字也是你这种见我能叫的，他是我的光，而你只是他人生中一块沾了灰的踏脚石。韩冰清，你眼里的软饭，是你这辈子都够不到的一段。韩冰清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3万行底层协议是陆时琛在那个漏雨的杂物资里连续熬了90个通宵，吐了2次血才敲出来的。你明知道他为了蓝星科技几乎透支了半条命，你却在这个时候要把他用命换来的心血卖给他的死对头。那又怎么样？那是他心甘情愿给我的，我是他老婆，他为我吐血是他的荣幸。荣幸？你拿着他带血的劳动成果，在这里堂而皇之的开价3亿，这不叫创业，这叫吃人血馒头。沈曼秋，技术领域的事你懂什么？陆时琛不过是提供了原材料，是我赵天成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。加工？你所谓的加工，就是把变量名改成你自己的名字，顺便在代码里留一个窃取用户隐私的后门。王总，你要是真敢买这带血的代码，我保证，明天盛世集思的法务函就会让你的华泰科技彻底消失。沈曼秋，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你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，养了陆时琛那条狗，才在这里耀武扬威吗？韩冰清，沈曼秋不需要仗势欺人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海城的事。没钱来什么贵宾厅？还以为蓝星科技多厉害，原来是偷人家的东西。更可笑的是，韩家还有竟然把盛世集团的祖宗当成奴隶使唤了5年，这眼光真是绝了！你们懂什么？陆时琛就是个伺候女人的货色，沈家那是被他迷了眼。唯一特级门阀。原以为沈曼秋只是有点钱的大小姐，没想到背后的家族竟然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。难怪沈总都要对她鞠躬，根本不是为了沈曼秋，那是陆时琛本身就代表着盛世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如果沈家是这种背景，那沈曼秋怎么可能看得上陆这种货色？我一直以为我是高高在上的女王，她在我面前是尘埃。原来，在她眼里，我才是那颗随手可以碾碎的尘埃。韩冰清，你别在这感怀了。沈家再厉害又怎样？陆时琛既然能为你敲5年代码，说明他心里有你。你去求我，哪怕下跪也要让他松口。时琛最心软了，以前他熬夜，只要我给他递一杯水，他就能高兴一整天。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时琛，谁在叫我？陆总，是韩冰清女士，她说给您熬了汤。时琛，这是你以前最爱喝的党参排骨汤。我知道我错了，
以后我不工作了，我回家天天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我的胃5年前就被你折腾坏了，现在这种东西我不配喝。老人家，这汤不错，赏你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好喝，就是里面的肉有点柴，太咸了。听到了吗？咸了。韩冰清，你的心太咸，我的盛世容不下。韩冰清，你把我们的工资拿去养照片城了，我们还要养家糊口。今天不给钱，我们就砸了蓝星。钱都在赵天成那儿，公司现在没钱，你们找我也没用。吵什么？蓝兄，沈小姐，你快帮帮我，这些疯子要杀了我！受盛世集团总裁陆时琛先生委托，盛世已正式完成对蓝星科技的战略规划。凡是曾经在陆总任职期间没有参与过诽谤、剽窃的员工，所有的拖欠工资，盛世即刻双倍结薪。你这是收买人心！这不是收买，这是清算。韩冰清，你拖起这些工人的钱，每一笔我都帮你记着。韩女士，鉴于您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挪用薪资，我们已经正式起诉。现在，请你离开这栋大楼，这里从这一秒起不姓韩。剩下的事情按规矩办。蓝星已经彻底断了算力资源，只要能见到时辰，只要能让他想起以前在韩家那5年，他一定会心软的。我给过蓝星机会，可惜你们选了最死的一条路。陆总好，沈总好。陆总，这是海城科技园的扩建计划，请您务必看一眼。陆总，之前是我们眼瞎，竟然信了蓝星科技的鬼话，这是我们公司的道歉诚意，请您过目。这才是真正的盛世。以前竟让他去买菜、刷碗、扫地，我到底亲手葬送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神？陆时琛，我知道错了，蓝星快破产了，看在5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给我留条活路吧。夫妻情分，韩冰清，你让时琛在杂物间里敲代码吃剩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
时辰，我那是被赵天成蛊惑了。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为我写了那么多备忘录，每一行代码都在保护我。那不是爱，那是赎罪。我以为你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欠你。但真相大白后，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你现在是盛世的总裁，你让他们给我投点钱怎么了？沈小姐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能把时辰还给我？开价。你那引以为傲的蓝星科技，现在全公司的市值还没我这张卡的年费多。以后这种垃圾不要出现在盛世的大厅，弄脏了沈总刚买的地毯。是，陆总。走吧，楼上还有个100亿级的会议。不，时辰，放开我！我是总裁，我是蓝星科技的韩冰清。去修啊！全公司的架构师都死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主服务器进不去？韩总，没办法，天元系统的底层密仪是陆时琛留下的生物指纹，他撤走了算力支撑，现在全公司的电脑都陷入了逻辑死锁，系统已经开始自动格式化了。韩总，彻底完了！刚才大华、万联甚至是海城银行的电话都打爆了，他们说蓝星违约在先，要求我们立刻偿还5亿的贷款和赔偿金，如果不还，法院明天就会查封咱们所有的生产线。韩冰清，你这个骗子！你们蓝星提供的算法导致我们的智能工厂全面瘫痪，损失2个亿，你等着坐牢吧！胃好痛。陆时辰给我的备药明明在这个抽屉里，怎么没有？韩总，您还是快点处理好合作方的事情，否则公司资金链断裂就要破产了。韩总，我必须要提醒您，您要是再不想办法，你可能连下个月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第12堂代码逻辑如果过热，阿青肯定又在熬夜。记得在空调口放个加湿器，他鼻子容易干。第3001条，天书系统会在深夜2点自动进入休眠，那样他就能强制休息了。阿青，别太累，我会心疼。陆时辰，你给我回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守不住。赵总，这一块的参数，以前陆总只要3秒钟就能修复。滚！你也觉得我不如那个小白脸？陆时琛是故意在代码里中了毒，他是想看着我们蓝星倒闭，好去跟沈曼晴表忠心。公司的高管都走，我也走。够了，赵天成。代码逻辑不通是因为你根本看不懂偏酸架构，别再给自己找借口。韩冰清，你现在开始维护他了。当初是谁在书房求着我说陆时琛那一身油烟味让你觉得恶心，现在把我狠狠反噬。现在公司要垮了，你就想把我一脚踢开？冰清啊，家里的老宅被查封了，那群流氓把我的首饰都抢走了，你快去求陆时琛那个白眼狼啊！他现在不是总裁吗？随手拔根汗毛都够咱们活一辈子了。求？他现在连看我一眼都觉得脏。妈，咱们已经被海城科技圈封杀了。不，咱们还有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。清大明天举办全球科技峰会，盛世集团那位真正的总架构师会亲自出席。我舅舅是会场的安保负责人，只要咱们能混进去，在总架构师面前揭露陆时琛剽窃咱原始代码的真相，沈家也保不住他。
揭露他调窃。没错，陆时琛不就是仗着沈家的算力吗？只要总估价师知道他的人品有问题，他立刻就会被沈家踢出门。到时候咱们不仅能拿回专利，还能反咬盛世一手。好，我去变卖我父亲生留下的那块地皮，凑钱买2张最高端的入场券。5年前，我就是在这棵树下，拿着我用攒了3年的钱买的初级算法包，向韩冰清求婚的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能帮他实现蓝星上市的梦想，哪怕我一辈子待在杂物间里，也是幸福的。时琛，那些所谓的梦想，不过是他利用你报恩之心的囚笼。曼秋，谢谢你。作为顶级大律师，我以为你会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在我的职业词典里，只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他偷了你的5年，我要让他用余生来赔。原来被人偏袒的感觉是这样的。看，我就说曼秋这丫头能降得住时琛。陆时琛这种人，5年前是隐龙，现在是真神。吩咐酒店，峰会结束后的庆功宴，还常按照订婚宴的标准来做。韩冰清一家正在赶往清大，猎物已经进场了。那就开始吧。明天之后，我要让韩冰清这个名字成为海城科技史上最大的笑柄。韩冰清，5年前我从这里卑微退场，明天我要在这里亲手把韩家彻底散放。陆时琛，你给我站住！陆时琛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是知道我今天要来，所以特意赶过来的吗？韩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的夫妻情分早就散了？陆时琛，你别以为你在这装深沉就能唬住人。你那一身手工西装是沈大小姐租给你的吧？这种级别的科技峰会，入场票要50万1张，你这种只配写垃圾脚本的底层码词，连给总架构师擦鞋都不配。这谁呀？穿的人模狗样，原来是个蹭会的。听说是蓝星那个吃软饭的赘婿，估计是想混进去偷听商业机密。看到了吗？这是我舅舅给的。陆时琛，你识相的赶紧滚，别等保安把你当成商业间谍抓起来。时琛，收起你那可笑的自尊心吧。你求沈小姐带你来这种地方，只会让她也跟着丢脸。赶紧走，别弄脏了名校的空气。韩冰清，最后提醒你一次，如果我走，今天这场全球科技峰会也就没有开下去的必要了。你以为你是天书系统的主宰，还是盛世集团的财神爷？你走一个给我们看看啊，看太阳会不会落晒？走吧，别让里面的大佬们等太久。韩冰清，希望一会儿你坐在后排，还能叫得这么大声。时琛，外面那2个挑梁小丑还在到处钻萌。韩冰清刚才竟然想从后台的排污通道钻进来，说是要向总架构师献策。献策？他怕是想献出那份我3年前就弃用的残缺算法。陆总，全场已经准备就绪。刚才安保那边汇报，有个自称蓝星总裁的女人想闯入主控室，已经被当成疯子轰出去。那就按原计划开始吧。海城科技界的规矩，是时候重新写了。冰清，你别急，只要总架构师出来，我凭我这张脸，一定能让他给蓝星注资。陆时琛那个王八蛋，肯定还在门口蹲着呢。只要能见到那位总架构师，一切都还有救。诸位，今天是海城科技史上的里程碑。
下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盛世集团总裁、全球天虚系统唯一总架构师陆时琛先生。沈总说谁？陆时琛。不可能，这不是陆时琛，他应该在厨房洗碗，他应该在杂物间敲键盘。总架构师陆总，陆时琛就是那个神秘的总架构师。这5年来，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天来系统能立于不暴之？因为这套系统的每一行逻辑，都是我陆时琛在无数个屈辱的黑夜里，一笔一画刻在骨子里。原来我一直苦苦求见的神，就是被我踩在脚底5年的丈夫。林青，陆时琛就是故意的，他那么有本事，竟然这5年里一直伪装赘婿，他根本不爱你。这5年，我骂他是窝囊废，我抢了他的参数卡送给赵天成，我让他去做保安，我到底干了什么？今天，我也顺便给某些吃人血碗头的企业做个结香。从这一秒起，蓝星科技所有的云端接口将永久格式化，海城科技圈再无蓝星。这不是蓝星科技的人吗？怎么还有脸过来呢？还有脸哭？早干嘛去？不，陆时琛，你回来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陆琛今日正式宣布，蓝星科技及其关联公司将被全行业永久列入技术黑名单。凡是采用天虚系统授权的公司，即刻终止与蓝星的一切合作，违者盛世集团将终身拒绝其算力请求。陆时琛不只要收回曾经给我的一切，还要彻底断绝我的生路。韩冰晴，我曾经说过，我有能力把你捧在天上，自然也有能力把你拉下来。韩冰晴，我还要感谢你的识人不清，否则以陆时琛的人品，我本来这辈子都没机会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。对了，我还有舅舅。您看清楚，陆时瀚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盛世总裁？他肯定是沈曼秋花重金请来的冒牌货。你快上去拆穿他！冒牌货！你这个蠢货！校长亲自领路，沈总亲自鞠躬，全海城谁敢在这儿演这种戏？可是舅舅，以前真的只是个洗衣服的。闭嘴！这个坑死人不偿命的东西，差点害得我丢了职位。从现在起，我没你这种吃人饭不干人事的亲戚，滚！舅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外甥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不只推开了爱我的丈夫，更毁掉了韩家最后的一丝生机。陆时琛，
你还是太善良了，否则以你的技术，把他们两个人乱搞的照片发到网上，他们连人都做不了。看在韩伯父的面子上，给他一点活路而已。只是他还想再过以前那样优渥的生活，不可。陆时辰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能这么绝情！韩总，现在的你，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时辰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知道你这5年受了委屈，可我那是为了激励你啊。激励？韩总还真是会睁着眼说假话。我故意冷落你，故意让赵天成打击你，就是为了让你能走出舒适区，让你重新捡起你的架构能力。为了激励我，所以你雇人羞辱我、剽窃我的算法，甚至让我去当保安，全是为了我好。对，你现在功成名就了，难道不该感谢我吗？时辰，我们复婚吧，蓝星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韩总，你这份激励还真是廉价的让人反胃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昨天通过面试，已经是盛世集团首席法律顾问沈曼秋。他是为我来的。由于韩女士涉嫌长期非法侵占陆总个人知识产权，且数额巨大，我的法务团队已经向海城法院申请了全资产保全。你说什么？简单来说，蓝星科技现在连一根回合针都不再属于你，扔出去，以后这种身带污点的垃圾不准靠近陆总100米之内。大家听我说，陆时辰就是个阴险的小人，他设局坑害蓝星。大家听我说，陆时辰，你就算有能力又如何？记者里混着我的人，我非要把你的名声搞臭。真的假的？陆时辰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吗？他有权有势，怎么会去对付一个小企业？越有钱的人越有特殊癖，还真有可能。他隐瞒总裁身份，故意装成软饭潜伏在韩家，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吞并韩家的专利。我今天就要为韩家主持正义。没想到千亿总裁竟然是个人渣，非要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渣男的真面目。是陆总和沈总。赵天成，与其操心我的身份，不如解释一下，这5年来你利用虚假采购名义，私自侵吞蓝星科技5000万公款的事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事情我做的这么隐蔽，不可能会有人知道的。陆时辰肯定是在诈我。你给韩明醒看的是假账，而这5000万，现在全躺在你那个叫安娜的情妇名下。5000万，赵天成，我为了保你，甚至卖了爸爸的地，竟然拿去养情人。不！造谣我！陆时辰，你害我！并请救我！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武力。没了，全没了。韩女士，鉴于蓝星科技资不抵债且涉及刑事案件，您名下的所有房产、车辆已全部进入法拍程序，请尽快离开。你们凭什么把我劝出 VIP 病房？你知道我女婿是谁吗？韩女士，您的欠费已经超过5万了，陆总那边已经停止了所有医疗信用背书，要么补齐费用，要么现在就搬到过道。那个丧良心的畜生！他会沈家小妇就不要丈母娘了，大家快来看看这就是那个剽窃别人代码还养奸夫的韩家老太太吧？真是老不要脸！你们做什么？以前陆时珍在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天成，还是你有孝心。妈，医生说了，你最近才做了手术，不能吃凉的。我给你炖了粥，你先喝一点吧。我都说了我不爱喝粥，还是天成懂我。陆时琛，我妈才做了手术，你是存心气我妈是吗？还不快滚！原来这5年不是我韩冰清有本事，是陆时琛一直在替我们全家遮风挡雨。冰清，你去找陆时琛啊，让他给钱，去救他呀！妈，那个被你当狗使唤5年的男人已经不再回头了，我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神。不可能，他陆时琛就是一条舔狗，他怎么可能不回头？肯定是你还不够努力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女儿，连个男人都守不住？原来这个家里最关心我的人一直都是陆时琛，可我以前竟然一直没有发现。时琛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时琛，你以前的生日我都没有替你过，以后的每次生日我都会弥补你的。站住！哼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，离远点。大哥，我是来给时琛送生日礼物的，我是他的老婆。哼，老婆，今天自称是我们陆总初恋未婚妻的人，没有100也有80。你们看，我有结婚证，我真是你们陆总的老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韩冰清。你们现在知道我的身份，总该放我进去了吧？韩女士，王秘书交代过，盛世大楼100米内，韩冰清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。沈小姐，陆总在盛世顶层宴会厅等你。沈曼秋，我绝不会让你把陆时琛抢走。时琛，我特地让总厨为你做的长寿面。曼秋，你有心了。陆时琛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。陆时琛，你忘了我们5年的感情吗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大家快评评理啊！陆时琛这个白眼狼，有了新人就不要发妻了。妻子，韩冰清，你是不是活在梦里太久，忘了现实？第一，3日前法院已经强制执行离婚，你我之间不仅没了情分，连法律关系也断得干干净净。第二，你现在不是我陆时琛的谁，你只是蓝星科技那笔5亿建账的唯一债务人。判决书，你竟然申请了强制执行！陆时琛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给蓝星科技注资5亿，我就死在你的生日宴上！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个逼死丈母娘的杀人犯！韩老太太，这招以死相逼用的真是熟练。根据海城刑法，您现在的行为涉嫌敲诈勒索、恶意损害他人名誉罪，而且我手里握着你非法集资的所有流水。你这块玻璃只要敢滑下去1公分，我就能让你在牢里待到老死。王秘书，通知全行业，从今天起封锁韩家所有的商业渠道，任何敢借钱给他们的人，就是我陆时琛的敌人。
不是我赶尽杀绝，是你亲手埋葬了最后的机会。老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原来，当年的陆时辰真的被我亲手杀死了。大家不要怕，陆时辰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他没权利开除你们，大不了咱们带着数据集体跳槽。集体跳槽，赵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就在10分钟前，蓝星的所有核心服务器权限已经移交到了我名下。陆总作为初始投资人，正式启动对蓝星科技的资产清算。今天我来，只宣布2件事：第一，凡是在3年来在天书架构署名修改协议签字助纣为虐的人，即刻解雇。第二，我会以盛世集团总裁的身份，向全行业下达封杀令，谁敢任用这些人，就是公然与我陆时辰为敌。都是赵天成逼我们的，是他威胁我们，要是不把您的名字删掉，就让我们在海城待不下去。韩总还说您是个只配写地基的苦力，不配拿署名权。老公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都是在撒谎，想要离间我们的感情。我们才没撒谎，趁着陆总出差，在办公室嘲讽他吃软饭，我们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韩冰清，难怪这些员工从未尊重过你，你私底下就是这么说。老公，我以前只是一时糊涂。冰清，你别对他摇尾乞怜，没有用的。我们手上还有股份，就算清算资产，我们还有钱。是吗？韩冰清，不如先看看这份财务审计。韩冰清，你一直觉得赵天成是蓝星的救世主，可你看看这份真实的财务审计，这3年来，赵天成不仅以你的名义套取了公司3000万的研发费，还私下利用蓝星的专利做抵押，在海外欠下了5亿的高利贷。不可能，天成说那些钱是投进云端实验室了。实验室，他在外面养了3个情人，其中1个就在沈家隔壁买了一栋别墅。陆时辰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是你设局陷害我！赵成，陷害你，每一笔转账流水都在这里。5亿，赵天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我都是一时糊涂，你再求求陆时辰，5个亿对他而言不是轻而易举吗？陆时辰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夫妻一场？你以前帮着赵天成抢陆总专利署名的时候，想过夫妻一场吗？韩冰清，我曾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在那间杂物房里，我问过你，如果我一无所有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说你会让我卷铺盖滚蛋。所以这就是报应，我不会帮你。3天后银行会查封这里，你好自为之。
明明以前陆时辰那么爱我，他根本舍不得我流一滴泪。我不相信，他真的会看着我破产流落街头。韩总，别躲了，蓝星欠我们公司的2000万元材料费，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你爸人已经走了，但这债你得替他背。没钱了，账户全被冻结了，求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。几天？陆时娟已经对韩家发了全行业封杀令，现在全海城谁敢拉你一把？瞧瞧，陆总裁正在里头包场陪沈大小姐练剑，你进去求他，我再宽限你3天时间。时辰，你这一剑根本没留余地。这5年，你在韩家除了洗衣煮饭，是不是一直在心里演练这一招？这5年，我一直守着对韩老先生的承诺。5年前在那场雪崩里，他拼了命把我挖出来，临终前把韩家托付给我。我答应过他，我已经帮韩家拿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挣不到的财富，恩情我陆时辰早就还清了。至于韩冰清自己选择把公司送给小偷，那是他自寻死路，与我无关。我一直以为陆时辰是离不开我，原来他只是在执行一份报恩契约。走开，走开，这是高端场所，别堵在玻璃前。要是弄脏了门面，你赔得起吗？要叫保安吗？不用，只是一个被旧时代淘汰的人，看一眼都嫌脏了眼。时辰，你今天这招缠斗里带着杀气，韩家把你关了5年，看来是真把你憋坏了。不是憋坏了，是以前太蠢，总觉得手上有债，不敢握剑。哎呀，小心！对不起，陆总、沈小姐。我是来送全球科技架构金奖奖杯的，实在没看到脚下。东西放下，出去。时辰，5年前韩冰清的父亲在雪山救了你的命，所以你还了韩家5年的富贵，这笔账算得够清了。现在才明白，那只是韩冰清利用我的幌子。既然旧账清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新账？我沈曼秋在海外等了你5年。这次回国，我不仅想要盛世集团的合约，我还想要你。陆时辰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不好意思，打扰2位了。经理让我来问问2位去喝一杯吗？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恐怕还要让你前妻来一趟，他之前抵押的地皮还没有签署转让协议。好。陆总，这块地是我父亲生前最看重的资产，能不能在5个亿的基础上再加2000万？我妈在医院等着手术费。韩女士，蓝星科技目前欠下的违约金已经高达7个亿，陆总肯出资接下这块地，已经是看在韩老先生旧情的份上。韩冰清，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，这块地5年前原本是一片被政府废弃的死坑，是我连续熬了16个通宵，跑了海城7个部门，才帮你父亲拿到的开发批章。可当初你却对外人说，这是你陪客户喝酒喝出来的功劳。当初我为了让你在韩氏立足，把这份功劳双手奉上，换来的却是你的一句废物。你从那时候就开始记恨我了。我不记恨蝼蚁，我只是收回属于我的东西。
这块地我会建一座全亚洲最顶级的芯片实验室，名字我已经取好了，叫曼丘实验室。那是韩家的地，陆时辰，你竟然拿韩家的根基去讨好那个沈大小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保安，送韩女士出去。这里从这一秒起，1寸土都不再姓韩。陆时辰，那是我爸留下的东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就是盛世集团的新总裁，一个抛弃发妻，在婚内就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的小白脸。陆时辰，你隐瞒身份潜伏在韩家5年，吃冰清的住冰清的，冰清为了公司没日没夜工作，你到背地里早就攀上了沈大小姐。沈小姐，你身为特级门府的大小姐，想要什么样的男人美女？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抢走我的丈夫？难怪一个赘婿突然变总裁，背后关系恐怕不简单。沈大小姐想来什么？怎么会卷进这种事？陆时辰，你为了这个女人的权势，不惜亲手毁了蓝星科技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把我们的5年当成什么了？韩总，韩老太太，泼脏水之前，建议你们先查查我的职业。我是沈曼秋，也是海城唯一的金牌大律师。在我面前公开诽谤，你们是嫌自己的责任还不够重吗？律师了不起啊！律师就能抢人老公啊！你就是在陆时辰还没离婚过的时候，就和他不清不楚。这一巴掌是替被你们污蔑的人打的，下一句再敢造谣，我让你们当场收到律师函。这一巴掌是教你什么叫礼貌。时辰这5年受的委屈我一清二楚，我确实喜欢他，甚至从很久以前就仰慕他的才华。但我沈曼秋不屑于插足别人的婚姻，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，我远在海外，从未出现在陆总的生活里，反倒是某些人一边享受丈夫提供的技术黄料，一边和别的男人越界纠缠。你胡说！你没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既然韩总想要证据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视频有时间贴，韩冰清在2年前就和赵天天越界了。韩冰清，这就是你说的5年的感情？不是这样的，那天我和天成喝多了。上次是喝多了，这次又喝多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正式告知一下，我是陆总的个人代理律师。基于韩女士婚内严重过错且涉嫌非法转移共同财产，这份官司我会亲自。只要有我沈曼秋在，海城就没人能动陆时辰1根毫毛，更没人能从他手里抢走1分钱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去守护一个不值得守护的人。保安，把这几位闹事者请回去，别影响盛世的庆功宴。陆时辰，等我到了海外，带着这些算力专利重新开张，早晚要让你和沈曼曦付出代价。开始登机。赵先生，你不能登机！你们拦我干什么？我有护照，也有机票。赵总，急着去哪？我记得蓝星科技的账还没算。你别以为你是盛世总裁就能为所欲为，我这是私人行程，你凭什么拦我？凭我是陆总的代理律师，也凭我手里这份刚刚签发的涉嫌职务通删及限制出境令。你们怎么会有证据？这5年来，你利用蓝星科技的空壳合同，先后向海外转移了3亿6千万。赵天成，
你真以为我这个只会写电码的废物查不到你的账？那又怎么样？那些合同都有韩冰清的签字，要追踪也该先追他。韩冰清的事情，法律自有公论，但你的路到头了。赵天成先生，你涉嫌侵占公司财产、窃取商业机密并试图转移相关资料，现在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放开我，陆时辰！你这个阴险小人，我不会就这么完的！以前辛苦你了。不过这笔债，你替我收回来了。这才刚刚开始呢，陆总裁。法官大人，我冤枉！所有架构设计都是我原创的。陆世涵利用盛世集团的财力制造假证，他就是想通过法律手段吞并我的技术。陆总这样的身份，没必要用假证冒险。庭审只看证据，也要听证人陈述。证人韩冰清，请说明蓝星科技核心算法的研发过程。是赵总带回来的国外蓝本。陆时琛他只是负责后期的打杂和维护。韩女士，身为蓝星科技前任总裁，证人在法庭上必须如实陈述。如果你继续撒谎，我会当庭申请追究你做伪证的法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法官大人，陆总作为天学算法的真正开发者，在每一行核心代码里都植入了不可更改的身份属性。现在我们申请当庭验证。这是我在5年前写下第一行代码时植入的，除非我本人授权，否则谁也别想抹掉我的名字。赵天成，你的原创代码里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？被告赵天成侵犯商业秘密、侵占公司财产相关指控成立，鉴于涉案金额巨大、情节严重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没收全部个人非法所得。老公，我之前都是被骗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陆时辰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让他进来吧。这是你5年前亲手写给我的算法原稿。里面有个致命逻辑漏洞，全海城只有我手里这份原稿有修正方案，只要你答应帮蓝星注资，答应取消对韩家的封杀，我就把这份原稿还给你。韩冰清，5年了，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份代码是天书 0.1 版本，3年前我就迭代了10个大版本，现在的天装固构早已完成逻辑自洽，你手里这张纸连参考价值都没有。3年前，你那时候明明每天都在给我洗衣服，你怎么可能有时间迭代？因为那个时候你只忙着和赵天成纠缠，根本没有在乎。王秘书，盛世总裁办什么时候成了无关人员随便闯进来的地方？这5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帮陆时琛整理过衣服。韩女士，陆总的日程很贵，每分钟都在推进盛世的核心项目。你刚才的闯入和威胁，我已经完整留存记录，后续我们会依法处理。晚秋，听你的，这种事不值动气。韩冰清，你觉得我靠沈家上位，却不知沈家正因为有了我，才真正稳坐海城之巅。你们已经查封了我女儿的房产，连这栋老宅都不放过。冰清，你快说话呀！韩女士，请配合执行。蓝星科技资不抵债，这栋老宅已依法进入清算工程，相关权主已经移交盛世集团处置。妈，别闹了，没用的。我们先走吧。
放着陆时钦那么个财神爷不要，非要信赵天成那个坑货。现在好了，老宅没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要跟着你流落街头哟，吗？这不是韩老太太吗？以前不是天天夸你女婿是技术天才吗？怎么现在连老宅都保不住了？什么天才？我看是偷来的财。韩冰清，你也是够能耐的。陆时琛当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出了名的好脾气，给你们家忙前忙后5年，你倒好，把真神给气跑了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说三道四。脾气还挺大，你快看看手机直播吧，你那个被你嫌弃的前夫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这5年来，我所有技术研发都记录在册。某些人的剽窃行为，不仅是商业犯罪，更是对整个行业秩序的亵渎。阿青，快来尝尝，这是你最爱喝的鸡汤。陆时琛，你除了这一身油烟味还有什么？你能不能像赵天成那样给我拿个奖回来？你这种只会做家务的人，我看着就烦。我当年到底在嫌弃什么？陆时琛，你没良心，有了谁许我们韩家？韩冰清，蓝星科技的前总裁，居然来应聘我这里月薪5000的行政。你当初开除我的时候，不是讥讽我这样的人肯定没出息吗？我需要一份工作。韩冰清，你觉得我会招一个连包庇奸夫、赶走技术骨干的人吗？这是我的私生活，和我的专业能力无关。专业能力，陆总潜伏在你身边5年，帮你写了30万行核心代码，你却把功劳全给了一个奸夫。你这种人不仅眼瞎，还没戏。这就是那个把陆总裁当保姆使唤的女人啊！长得不错，怎么脑子坏了？以前在蓝星的时候，他可神气了，动不动就让陆总在公司门口淋雨等他。韩冰清，别说我们这里不招你，全海城的科技圈，陆总虽然没说话，但谁敢录用你？你们狗眼看人低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韩总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你怎么区别对待陆总和赵天成的？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时琛，你今天心情似乎不错。以前身上背着一份莫须有的债，现在债清了，整个都轻快了。陆总，我二叔可是天天在家里念叨你。满秋，只有你二叔念叨我吗？陆时琛，我还以为你是根木头，到现在还看不出我的心。和我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好。我们这叫双强合璧。都听你的。满秋，请你嫁给我。陆先生和沈律师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都怪那个韩冰清，不是他当个陆总，陆总早就该和沈律师在一起。满秋，以后请多指教。
韩冰清，你发什么疯？你知道这些餐具多少钱吗？陆总的订婚宴你也敢捣乱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领班，你们餐厅的员工素质看来需要整顿了。时辰，是我是阿青啊。走吧，这种小事王尽管会处理，别坏了今晚的气氛。好，对不起。陆时辰，你回头看看我，哪怕是一眼也行啊！看什么看？滚去财务部结账，滚出海城！再哭大声点，这样更能卖惨。各位家人们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！盛世集团那个陆时辰，他根本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他5年前入赘我家，全靠我女儿韩冰清养着。现在他攀上沈家，竟然勾结外人，霸占了我老伴儿留下的芯片专利。韩女士，您是说现在盛世集团的核心算法其实是您已故丈夫的遗作？没错，陆时辰以前就是个洗碗做饭的，他哪懂什么高科技？他那是趁着我老伴儿病重，偷走了保险柜里的手稿。他现在还把我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，连口稀饭都不给喝呀！赵总在里面放心吧，我已经联系了全海城的水军，明天盛世总裁皮切虐待岳母的热搜就要登顶。陆总，这韩老太太简直疯了！现在网友都在抵制我们的新系统，股价已经开始波动了，要不要我立刻发律师函？发律师函太便宜他们了。既然赵天成想在牢里看戏，那就他看一场更大的。让他们先闹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声音才越响。太不要脸了！陆时辰剽窃岳父，龙袍头只是个单假蜜月。各位，关于韩母提到的剽窃手稿一事，我现在展示5年前韩老先生亲笔签署合同，陆时辰在蓝星科技的所有专利皆归陆时辰个人所有。谁知道这公证是不是沈家花钱买的？陆时辰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他懂代码吗？陆总不懂代码。如果有人能在10分钟内攻破陆总3年前随手写下的防火墙逻辑，我沈曼秋当场引咎辞职。被人护着的感觉原来这么爽。陆总裁，以前是你护着韩家那些白眼狼，受尽委屈，现在回到了我的地盘，轮到我沈曼秋护着你。至于虐待老人，王秘书，放出以前陆时琛在韩家的监控画面。鸡汤做好了吗？已经在锅里炖了1个小时了。下次早一点，磨磨蹭蹭的。我今天要负责几个项目，所以回家迟了一点。少找借口，你就不能项目做快点，早点就回来做饭？你是想饿死我和我女儿？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所谓的虐待老人。这样的日常还有很多。忙了一整天，还要回来炖鸡汤，这老斑鸠的手是断了吗？我儿子要是被这么虐待，我非抽烂他的嘴不可。万秋，你这一招釜底抽薪，比我的算法还要狠。只要有我在，韩家休想给你泼脏水。
阿强，我们不是合伙吗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合伙？韩冰清，你那个蠢妈除了会哭什么都不会。赵总在里面等不及了。只要陆时琛交出天虚系统的底层密系，我们拿了钱就去海外，谁管你死活？强哥，你说那姓陆的真会来救这娘们儿？他以前在韩家就是个洗碗刷厕所的废物，听说被韩总骂得跟孙子似的，他得多贱才来救他。就是，我要是陆总，我先开香槟庆祝。一个只会洗碗的软饭男，竟然能写出这种价值连城的代码，估计韩总当初也是瞎了眼，把财神爷当成了擦脚布。他不是废物，陆时辰不是废物。闭嘴！是我才是那个废物，他是我的神，是我亲手杀了他。陆时辰，对不起，时辰，你别来，我不配，我不配啊！晚秋，哪一个更好看？选这个星空蓝吧，低调一点。好，那就定星空蓝。陆总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段视频是发给您的。陆时琛，立刻准备10亿现金，还有天出系统的底层核心密钥。半个小时内不到城西的废弃电子厂，我就让你最爱的前妻香消玉毁。时辰，不要来！王秘书，把手机和视频备份直接送去市警局，让重案组接手。陆总，那绑匪那边要不要先稳住他们？不需要，盛世的天书系统是无数人的心血，我绝不可让他沾染这种烂人的妖血。至于韩冰清，时辰，你去一趟吧。我去。你也清楚，如果直接交给警方，那种亡命徒肯定会撕票的。晚秋，他以前那样对我们，你真的要我去救他？我让你去，不是因为我大度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善良和重情义。如果韩青春真的被撕票了，以后的日夜里你会终活在愧疚之中。时辰，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。去吧，把过去做个彻底的了结。等我回来。时间快到了，陆时琛要是敢耍花样，我先挑了你的手筋。阿强，他不会来的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你们绑我没有用。时辰，你别管我，我没有杀你，你快走啊！陆时琛，你还真敢一个人过来，算你有骨气。你要的10亿现金是不可能的，这里是2000万，不够你们跑路。2000万，密码呢？密码是6个0，你可以自己等。打开看清楚。钱到手了，这女人留着也没用，坑了赵哥，还想活着回去？时辰，快走，不要管我！时辰，小心！全部带走！
时珍昨天为了我挡了一刀，他只是嘴硬不想承认而已。他以前熬夜写电码，最喜欢喝我亲手熬的党参鸡汤。只要我好好认错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只是让你去救人，没让你去挨刀子，你这是要让我心疼死吗？没伤到骨头。以后不许再这样冒险了，万一那刀刺偏了怎么办？好，都听你的。你昨天冲上去挡刀，他肯定又以为你对他旧情难忘了吧？曼秋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那一刀挨完，我和他连最后一丝因果都断干净了，我再也不欠韩家人什么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所有的温柔和命都只属于你一个人。陆总裁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绝不反悔。是我亲手毁了这一切。他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我却一点不珍惜。韩小姐，我们谈谈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擦擦脸吧，你应该也受了伤，先去挂个号处理一下，别感染了。阿强已经被警方正式批捕了，刚才法院那边也来了通知，赵天成侵吞公款和雇凶杀人的证据确凿，他们两个下半辈子都会在里面度过，以后没人会再找你麻烦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明明可以直接让人把我赶出去。没那个必要，你和时辰的过去我改变不了，但从今天起，你们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人，我不需要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浪费情绪。谢谢，祝你们幸福。现在，请新郎向新娘宣誓。5年的阴霾，换来此生的盛世。沈曼秋，你是我唯一的归宿。陆时辰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从10岁那年你在沈家后院替我赶跑那条恶犬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抱歉，曼秋，让你等了我这么多年。只要最后是你，等多久都没关系。你不仅是我从小到大的英雄，也是我此生唯一的骄傲。